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2年11月4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1.36，收盘价是215.3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1.20。最低价是在210.14，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5683.88万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9 倍，量缩。KD 值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变小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啊，说明股价在继续空头的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倒垂线，是一根上涨的 K 线。那倒垂线的特征啊，是上影线很长，至少是实体的2倍以上。小的实体呢，在 K 线的下方。那这样的 K 线啊，不分是上涨的绿 K 还是下跌的红 K。那下影线很短。那通常倒垂线它是一个变盘的转折信号 K 线，通常出现在低档，股价容易转折向上；如果是出现在高档呢，股价是容易转折向下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它的位置。那目前这根倒垂线它的位置是出现在股价反弹后的回档中，在相对低的一个位置。那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出现倒垂线，它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个倒垂线实体上沿的上方，或者说是能够站上这个倒垂线的最高，那既可以确认这个止跌成功。那同样，日后股价如果跌破了这个倒垂线的最低，那股价将会继续下行，也就是继续回档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日后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第一个可能我们预测的是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出现下跌，收盘价在208；另外一个方向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在222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，是股价将会出现止跌，收盘价会在216附近。实际在11月3日收盘价是在215.31，出现了止跌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的点位啊相接近，同时它的和我们预测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也都接近，但是呢，当日的 K 线和我们预测的走势啊是完全不同的，因为我们预测可能会出现一个蜻蜓线，也就是高开盘，然后出现一根蜻蜓线来止跌，而实际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收了一个倒垂线，出现这样一个止跌信号 K 线。对，但是不管怎样，在11月3日它都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，但是这样的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啊，必须由接下来一根 K 线来确认。所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止跌反弹。那股价如果说止跌反弹，
向上的目标就是要站上这个倒垂线的最高，是在221.20这个位置。那站上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说股价只要能够站上这个倒垂线的上沿，也就是215.31，对，和221.20，只要后续的股价收盘价能够站上这两个位置的任何一个点呢，都可以确认这个止跌，对，那股价是很容易转折向上的，对。好，那说如果股价能够站上221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呢将是228。228是11月2日这根红 K 的最高。那我们说日后股价如果确认止跌之后再能够站上228呢，我们认为它的反弹成功，对，后面的目标一定是要站上337，也就是11月1日的这个最高。那我们说如果再站上337呢，股价将会转为头高，那么我们会看到下方也会有底高的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，对，这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将会被建立。好，那我们说在股价在日后的止跌反弹再上涨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说在228这个位置是强压力，就是11月2日 K 线的最高。那股价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遇压而折返向下的。同样，在到达228之前还有一个点位，就是5日均线值。那在11月4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我们测算是在223附近，对，也就是223这个位置股价也容易遇压而转折向下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来调整一下水平线，我们先加一条水平线在228这个位置。然后我们把下方的这个水平线呢，我们调整到223。对，好的。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说，说股价在止跌反弹的过程当中，遇到这两个点位是容易转折向下的，因为在这两个位置空头是很容易再次进场的。好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句型移开，一会儿我们还会用到它，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止跌反弹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说如果在11月1日股价如果出现一个低开低走，那股价是很容易下行的。下行的目标一定是这个210，对。那210我们会看到之前是我们定义的10月25日的这个最低，然后在11月3日我们说低开盘之后它又回踩了这个210，然后股价被拉抬，最后收在我们说前一日收盘的上方，对。所以说呢这样一个止跌 K 线，我们认为是回踩了210，然后呢收盘价又在前一日收盘价的上方，那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既然已经回踩一次210呢，如果在11月4日股价出现下行，那么这个210呢是很容易被跌穿的，对，我们说是在盘中会被跌穿。那股价如果说在收盘价收在210之下，对，那日后呢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要跌破198，这是它的接下来的一个目标。那当然我们依然维持这个看法，在前几期视频我们说了，股价一旦在日后收盘价跌破210，那么
日后一定会出现比198更低的新低会出现，我们依然维持这个看法。对，那从210到198之间呢，我们说206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支撑，它是10月24号这根 K 线实体的下沿。对，好，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在下周日后如果是跌破了198呢，那下方还有一个支撑就是182。那182我们说是这个2号趋势线的，我们来回忆一下它的第一个底，这是2号趋势线第一个底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先看到198。好，那这样一来我们总结一下，对于11月4日上方我们要关注223和228，那对突破这两个位置，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我们说，在这两个地方啊，股价是很容易遇压而转折向下的。好，那下方呢，我们关注210，说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210呢，日后会有新低的出现。那如果说股价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跌破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在11月4日会在210和223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11月4日特斯拉股价走势的分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日11月4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我们会看到啊，首先上方的压力位我们可以依次来说一下，说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啊是在219到220之间，然后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21到223之间，那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我们认为会测算是在219到223之间。那所以说呢，我们说第一个压力区间呢是在219到223，这也是一个很宽的压力区间。那这个压力区间啊，也包括前高221.2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矩形啊，还安排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来作为日内的观察。上方是223，对，那下方呢是219，我们再调整一下。好的，那第一个压力区间我们就在这里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了。好，那第二个压力呢，就是上方的这个水平线是在228这个位置。好，第三个压力位就是我们给出是237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方的支撑。第一个支撑前低是210，第二个支撑是206，是这个 K 线实体的下沿，然后第三个支撑就是19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会出现反弹，但是呢，在反弹中我们会给出两个点位。我们先说第一个点位，如果股价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3，最高会到达222，收盘会收在219.5，这是我们给出的第一个反弹的点位。
那它的条件是必须是一个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3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呢，才会出现这个点位的反弹。那另外一个反弹啊，我们会给出一个更高的位置。那如果更高的位置呢，它将是一个大幅的高开盘，甚至说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7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会到达229，收盘会收在227附近。那出现这个大幅的反弹呢，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，大幅的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5.5的，也就是不能够低于前一日的收盘价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一个高位的反弹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，两个反弹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那如果是这样呢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06，最高上方会测试到215，然后呢，收盘会收在213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11月4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